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演技拉胯，步后尘，优质娱乐领域创作者。自从诚意主演的《富山海》播出后，网上对这剧的评价褒贬不一，甚至还有潮剧的《富山海》被赐名山海关话题登上热搜。这个话题就是在吐槽这剧制作差、剧情差以及演员演技拉胯之类的，还说关上了品质长剧的大门，因此称其为山海关。还有网友拿 AB 当年的抠图剧《孤芳不自赏》来对比，说诚意这部是继那之后最假的剧，同时喊话要避雷这个导演。这个导演的下一部戏传的演员粉丝也开始抵制了。如果从眼下新播的这几集来看，的确整体超不过他之前的剧，起码口碑这块不太行了。现在是诚意粉丝宣传这次新剧热度高，数据很好，招商好之类的，认为网上的黑水都是对家黑子故意踩诚意的。但一部剧行不行，一些观众的想法还是要看看的，不要一味抵制，有的评价说的还是在理的。而且前期剧营销和宣传铺垫的挺多，把这个观众期待值拉高了，所以一旦出现不足之处，就很容易有落差，观众就会觉得失望。当然，如果这回的剧没能给他带来更多资源上的加成，那也不至于缺戏，好歹还有内戏撑着，只是内戏质量就不好说了。诚意演技拉胯，步后尘。近几年，诚意凭借《琉璃莲花楼》等作品成功在荧幕上走红，从小众演员逐渐迈向一线之列。然而，随着新剧《富山海》的播出，他却再一次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，有人夸赞他撑起了剧的热度，也有人直指其演技拉胯，甚至调侃这部剧是继 AB 孤芳不自赏之后最假的古偶剧，被冠以山海关的嘲讽称号。这种口碑的两极分化，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，诚意是在延续辉煌，还是在步前人昙花一现的后尘？富山海的争议核心。富山海作为一部投资不小、前期宣传极多的古装剧，开播前的热度并不低，片方营销几乎是全方位的，不论是微博话题、短视频预热，还是主演阵容曝光，都引发了广泛讨论。观众对其期待值也被推到了一个较高的位置。然而，正是这种高期待，导致了播出后落差的加剧，制作质感不足，剧情节奏拖沓，服化道用力不均，有的场景显得粗糙廉价，甚至被质疑是抠图痕迹重。一些网友直接拿孤芳不自赏来对比，称富山海有一种假的质感，让人出戏。故事逻辑单薄，前几集的剧情设定并不新颖，观众普遍觉得缺少亮点。在如今古偶剧扎堆的环境下，这种同质化的内容很难引发更深层次的讨论。演员表演的褒贬，诚意本人被批评最多的就是演技拉胯，有观众觉得他的眼神、台词、情绪起伏都显得模式化，似乎延续了以往作品的套路，而缺乏新的突破。这种表演方式在粉丝眼中是稳定发挥，在路人眼中却可能是用力过度或面瘫式表演。富山海在热搜上出现山海关的话题，其实就是网友用调侃方式表达对剧集的不满。诚意的演技危机，曾经的高光时刻。不可否认，诚意在琉璃时期凭借司凤一角积累了大量粉丝，他的深情与虐恋表演打动了不少观众。到了莲花楼，他饰演的李莲花更是被评价为诚意演技的代表作，人物的隐忍、洒脱和武侠气质相得益彰，助推他在演艺事业上完成了爆红转型再巩固的过程。固化的表演模式，问题在于诚意在走红之后接连出演的角色，往往都属于悲情、深情、隐忍的类型。他的演绎手法有一定的相似性，眼神深邃，语速偏慢，神情内敛。初看时，
这种表演容易打动人，但次数多了，观众便会觉得缺少新鲜感。当角色需要更强烈的爆发力、更复杂的层次时，程毅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这也是网友批评其演技拉胯的核心原因，并非完全没有演技，而是陷入了套路化。舆论的放大效应，程毅作为流量演员，天然会受到比普通演员更严苛的审视。粉丝会努力维护他，强调数据、招商和热度，而路人则更容易被瑕疵放大。特别是在《富山海》这种营销过度、实际质感不足的剧里，演员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。步后尘的隐忧，在讨论步后尘时，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 Angelababy 的孤芳不自赏。当年 AB 因为抠图演戏和演技差，被群嘲多年，甚至成为他演艺生涯的黑点。如今富山海遭遇的质疑，让部分网友担心程毅是否会重蹈类似的覆辙。不过，这里有几点需要辨析。程毅与 AB 不同 ，AB 的问题在于演技长期为零，而程毅至少在《莲花楼》等作品中展现过可圈可点的实力。因此，称他步后尘更多是网友的情绪化表达，而非真实的演技对比。舆论环境加剧风险，当下的娱乐圈节奏更快，观众容错率更低。一旦演员某部剧口碑差，就容易被扣上演技倒退的帽子。程毅若不能在后续作品中实现突破，确实有可能陷入口碑下滑的困境。资源与口碑的错位，程毅目前不缺资源，手中仍有存货剧，但若一再被质疑演技，他可能陷入具有热度、口碑两极的尴尬境地，这会影响他长期的国民认可度。粉丝与黑子的拉扯，《富山海》播出后，程毅的粉丝强调剧的热度、播放量和招商情况，认为这是黑子在刻意带节奏，甚至呼吁大家不要被恶意剪辑和黑屏带偏。而黑粉则抓住山海关、拉胯演技等词不断放大，形成对立。但实际上，客观的观众声音也不少。有人承认程毅的演技并非一无是处，但确实缺乏突破。也有人指出，《富山海》的问题不仅在演员，更在制作和剧本。因此，单纯将批评归结为对家抹黑并不可取。对于演员来说，接受合理批评，进行自我调整，才是更健康的路径。未来的突破点在哪里？程毅要想避免真正陷入演技拉胯的尴尬境地，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：角色多样化，不要总局限于深情、隐忍的古装角色，尝试现代剧、现实题材，哪怕是反派或市井小人物，都能拓宽观众对他的认知。表演方式的松弛感，他在表演时往往显得太紧，台词和神态有时过于用力。若能在细节上更自然、更接地气，会让观众更有代入感。选择优质团队，演员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，但好剧本、好导演、好制作才是口碑的保障。如果接连遇到制作拉胯的剧，就算演员再努力，也难免被拖累。与观众的距离感，过度依赖粉丝的数据护航，反而会让路人逆反。程毅若能更开放、真诚地回应质疑，或通过作品说话，才更容易转化路人缘。程毅演技拉胯，步后尘，这个话题本质上是观众对他新剧表现的失望与担忧。事实上，程毅并没有到演技崩塌的程度，但他确实面临突破瓶颈的关键阶段。如果他继续固守套路化的表演，未来可能真的会消耗口碑，甚至走上高开低走的路。但若能及时调整，拓宽戏路，完全有机会稳住自己的演员地位，甚至进一步提升。